嘿，大家伙早喽！1月4号星期六，周末了，这边也进入了连休的最后2天。这边过公历的元旦，从周3休息到周5，再加上今天、明天周末，所以有些可能有的公司周1、周2放2天假，就9连休了。不放假的也有请假的。昨天第101届香根一传结束了，又是1年，这是第2年来东京看香根一传，这次是和品牌的一拍即合，期待今年有更多的机会，能更多的再次出看看。像不管是节日还是这种活动，有的时候就是经历不常经历的事情，会不自觉的把时间分成之前和之后，但是其实生活还是那样，没有什么变化，跑者永远在跑道上。今天当做最后一个训练日，已经是第6天了，连续。明天休息1天，明天下午北京时间1点半，咱们直播间见。一会儿跟大家聊一聊。现在是当地时间早晨6点35，开始慢慢日出了。日出的时间是6点50多，好像。这一块日出的时候天气好，特别好看，因为水面特别宽，能映出太阳光。我不知道拍清楚没有，如果拍清楚了，大家就能现在在屏幕上看到；如果没有，就看不到。就是我刚到皇居这儿的时候，凌晨6点，看到4位小朋友，可能是兄弟或者姐妹，跟这儿跑步，没有家长，特别带劲。昨天的复路比赛，天气很一般，风比较大，而且有微微的下雨。气温对半马来说很合适，但是因为一直在跑那个湘南海岸那一片可能斜着的逆风会比较大。昨天青山学院6区下山的那个，我真的太棒了。当年世川先生，大家关注频道版的小伙伴可能不知道，大家翻我刚到大阪那年，从6月开始到差不多今年这个时候，每周3的节目经常能看到世川先生。他是东洋大学，他得过香根一传6区的区间赏，就直到现在香根一传直播前的那个精彩画面，历年的有一段就是6区下坡，2个人基本并排，外侧那个人下坡拐弯山路下坡转弯的时候，左转的时候直接就摔倒了，那个名场面。没摔倒的那位就是世川先生，他当年的区间赏好像是59分钟多，好像是，我不是很确定。现在已经被这些学生们拼到了56分钟，好像是56分多吧，太棒了！而且这一年好几个区都破了区间记录，最后也是总成绩的记录。有时候就想，那天在终点，人山人海，我在东白电台前面那广场，然后人们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赛道或者屏幕。虽然不是说鸦雀无声吧，但是和这么多人的活动来比，算是很安静的那感觉。最后冲刺冲线，因为最后好像就破了5秒，可能5秒多，因为他没有小数点后那一位。210多公里，10个人，不同的天气情况，每年都不一样的天气，不一样的温度，把一个200多公里的接力赛变快了5秒，就这感觉。其实我现在说已经没有昨天那么激动了，它就是不一样的情境下。就像我开始说的，其实好些时候去这儿看看，去那儿看看，参加这个比赛那个比赛，或者给自己生活找一些仪式感，或者说情绪价值，是我觉得很关键的。
我也过过几年很日复一日的生活，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或者所有人都不太想要永远日复一日的生活，但是想办法吧，给自己找点乐子。就像来观赛，去年来观赛就是我跟家属突然的一时兴起，就买了票就来了。元旦期间的各种的东西还贵呢，然后餐厅也都不开，我们就来了。但是也是因为去年来观赛，可能节目受到了一些关注，今年就有了能这样来观赛的机会，也期待能有这种机会能再稍微多一点，是不是？另外就是无锡马拉松报名这事儿，哎呀，稍微有点小插曲，因为不放心让在国内的家人打了电话问，人家说收到我的邮件了，说但是你这个不符合我们这报名的直通的规则。人家说的也对，因为人家明确在直通里说了，是中国田联的 A1 赛事，在那个中国田联的网站上能查到的成绩。因为他报名的时候只让你填证件信息，不让你没有地方让你填成绩嘛，对吧？这人家定了这个规则写出来，那就是就你点了同意就认可。但是呢，对方态度也挺好，对方说等10号出了结果，您可以试着申诉一下，如果没有中的话。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，对。而且我对出发分区不担心，因为有之前认识的朋友，人家特别热心。那天看到我朋友圈主动跟我分享的经验经历，就是说无锡是可以申诉分区的，用海外的成绩，所以很有可能能在无锡见。我还是挺想再跑一次无锡的。无锡马拉松是我人生第一次正式比赛，近3小时。虽然那次跑得很辛苦，但是恍如隔世啊。但是我那次是11月份的无锡，因为特殊情况，3月份的无锡可能对我来说有些热。这儿就是黄居有名的集结的地方，那儿那个钟表特别有名，比大阪城我总拍那钟表有名多了。你们看远处有热身的人，我们跑过去看一眼。黄居这一圈虽然比大阪城大，但是不太适合很认真的严肃训练，因为它各种路面情况不一样，有地方也比较窄，而且白天的时候就人车混杂会比较多，自行车呀什么的。你要跑速度课在这儿可能不太合适，跑速度课去代代木公园，代代木公园就再往那个方向大概几公里。但是这儿特别的宽敞。下面的跑步计划就是他们要开始了，我也掉头撤退。你们要在地图上就搜樱田门，樱花的樱，农田的田，就是这儿。下地铁走不了几步就到了。然后那个角落，就我现在拍的那个角落，大十字路口斜对面有一个跑步服务站。我特早之前的节目还介绍过，好像叫探访东京跑步服务站，特早了。这马拉松训练就和做频道一样，其实我还是想把更多更有意义更好的内容输出出来。那这样的话就需要慢慢的积累和持之以恒的精神吧，可能有点说的有点夸自己的意思，就慢慢来。我们这一年订阅涨了不到1万，全网加起来超过了1万多一点。我会再努力的。去年开年就说想拿到
这各个平台10万的奖牌，但是看起来还是有些遥远，风有些大，抱歉啊，可能会有风声。那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个很有意思的点，这次同行的小伙伴里，有一位在这边生活工作，之前专门从事体育行业，是运动员，但是不是那种最精英最头部的那种，跟我分享说从小学5年级开始正式训练，练400、800，后来练5000、10000，后来就不做专业的运动了，从事运动相关的工作。我们也没有很认真的就是聊，就随便这么一聊，就聊到了一个观点，就是说，就是我一直说的观点，就是要先练速度，再练耐力。尤其是年轻人，因为耐力这个东西其实是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提高的，而且对方说有研究表明是女性的提高会比男性更明显。而且耐力这个东西的训练它是就你练就会提高，而且呢不会随着年龄衰减，还会随着年龄提升。但是速度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就很吃亏，而且随着年龄增长是不好，就是越来越不好练的。我所有的节目里都是一个观点，初跑者先想办法，每次呢都想想能不能更快一点，不是那种拼尽全力的那种，你肯定是能够巡航才行。在能巡航的情况下呢，稍微顶一顶，会有意想不到的好效果。过了这个时期，才想的是，哎，我能不能跑长一点？我以前最多跑14，我这次试试能不能跑18，下次能不能跑20。然后再慢慢的，你可能每次1个月1次，或者2个月3次。这种长距离对你来说的长距离，比方说18、20、25，平时都是8到10或者5到12，这是很多就是跑步2、3年、1、2年小伙伴们的常态。哎，什么时候再进化一步，把平常的这个几公里、11、2公里变成16、7、17、8，甚至像我一样，可能是大部分时候是21，它就是这么一个进化过程。而很多业余爱好者，就很多人其实是可以跑出来，绝大多数人是可以跑出好成绩的，也有跑不出的，就跑几年如一日的6分1公里。那如果说这种是我就是想强身健体没关系，但是您要是目标也是成绩的话，那就是不是想一想，因为很多爱好者跑步一开始就是我就跑，永远都是一样的跑，但是还是那句话，一个状态稳定下来以后，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以后，不改变以后，那你对现在不改变这个现状是否满意？如果不满意，那你就得改变你现在的日复一日的这个做的事情，因为这个现状是这个事情造成的。如果不改变前者，就因果关系不能乱，不能换。我这2年也在找破局的方案，因为其实我的个人最好成绩的那个能力，我觉得从2022年到现在没有很明显的变化。就我的短距离进步了，你要说5公里、10公里，还有1公里这种，我可能比那时候快多了。然后半马，你看那个时候我就能跑1小时17分10几了，也无外乎现在就是快了，正式成绩快了不到1分钟。全马虽然比那时候正式成绩快了好几分钟，但是我个人的体感、我的能力，我觉得差不多，所以我也在找破局的办法。风太大了，咱们训练后再聊啊。1月4号星期六训练结束，今天是连着跑步的第6天了，但是中间有一天因为
1号看日出跑的很少，这几天跑的都不多，都没超过20公里。明天是休息日，当做休息日，然后就回到大阪正常的训练，下午晚上就回去了。今天这几天稍微有一点点影响，还好。这个月抓住冬训的尾巴，努力练一把。虽然月末是大阪的半马，但是其实我自己的体感和各种科学的测算，我的半马也就这样了。而且半马真的挺残酷，就尽力就好。现在我觉得，我说抓住冬训的尾巴，努力干一把，这些更多的已经不是为了最后我要一个什么成绩了，而是为了就像一开始今天说的，跑者的生活其实就是一天又一天，我们可能是用日复一日不变的训练去换来更多生命中的宽度和变化，这是我不成熟的想法。行吧，那就这么着。这次东京的箱根驿传观赛圆满的、很顺利的结束了。吃个早餐，去读卖新闻看看他那个箱根驿传的小的博物馆的展厅，今天能不能看？之后就去车站了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回大阪，再见。